近日，鞠婧禕與原經紀公司斯巴傳媒的解約糾紛持續發酵，其中每月25萬元固定工資10年累計 1.39 億元收入等數字被首次公開，引發巨大爭議。表面上，這是一場關於明星收入高低的討論，但實際上，這起事件的核心遠不止於賺了多少錢，而是指向娛樂行業長期存在的合約公平性、收入分配透明度以及經濟權濫用等深層問題。一、爭議的起點，斯巴首次公開25萬月薪。爭議的導火索來自斯巴傳媒於2025年12月16日發布的一份公開聲明。在這份聲明中，斯巴首次披露，自2017年起，每月向鞠婧禕支付稅前25萬元固定工資，截至2024年5月，累計向其結算稅前 1.39 億元。同時提供上海外灘江景公寓、奔馳房車、專職司機，並全額報銷部分私人消費。斯巴的核心意圖很明確，通過公布具體金額，反駁外界關於其壓榨藝人的指控，並在輿論層面塑造待遇優厚、仁至義盡的公司形象。然而，這一策略並未平息爭議，反而迅速點燃了更大範圍的討論。二，25萬月薪究竟是什麼？在公眾認知中，月薪25萬極具衝擊力，但雙方真正爭議的並非有沒有發這筆錢，而是這筆錢的性質是什麼。斯巴的說法是，這筆固定工資主要用於滿足上海人才引進落戶政策中對連續收入與納稅的要求，屬於合規、真實發放的基礎收入，而非虛假做賬。鞠婧禕方的反駁則指出，這筆工資並非市場化意義上的勞動報酬，而是為特定政策目的而設立的專項工資，同期更大體量的演藝收入，並未按合理比例直接體現為個人分成。公司所稱的報銷福利，實質上是從藝人分成中扣除，而非額外支出。因此，25萬月薪本身並不能直接回答一個關鍵問題：藝人是否在其創造的整體收益中獲得了合理比例的回報。三，1.39 億元，為何雙方各執一詞？10年1.39億元是另一組引發激烈爭論的數字。斯巴強調，這是其向鞠婧禕支付的稅前總額，有簽收，有納稅，合法合規。而鞠婧禕方則明確指出，這個數字是結算款，並非藝人個人淨收入，原因在於其中包含工作室運營成本、宣傳、造型、人員、制作等，包含項目分攤費用，而非純粹的個人分成。公司並未公開真實的分成比例，藝人方主張實際可支配收入遠低於公眾想象。換言之，雙方統計的不是同一個概念，一方強調公司花了多少錢，另一方強調藝人真正拿到了多少錢。四，真正的核心，2018年補充協議是否合法？儘管輿論聚焦於收入數字，但在法律層面，整起糾紛的核心只有一個：合約是否已經到期。雙方主張完全对立。鞠婧禕方認為，原經紀合約已於2024年6月到期，因公司存在重大違約行為，包括偽造簽名、隱瞞收入等，已依法解除合作關係。斯巴傳媒則稱，2018年雙方簽署補充協議，將合約延長至2033年，解約行為構成違約。關鍵證據爭議點在於簽名真偽。截至目前，法院2次委託的司法筆記鑑定結論均為無法判斷補充協議簽名是否為鞠婧禕本人所寫。這一結果意味着，斯巴尚無法證明該協議具有法律效力，但法院也尚未直接認定存在偽造行為。最終結果仍需等待司法仲裁。五，為何輿論高度撕裂？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強烈對立，本質上源於不同群體關注點的錯位。普通公眾更多帶入現實生活，對明星高收入產生情緒反應；行業內人士與法律觀察者則更關注合約是否公平，分成是否透明，控制權是否被濫用。當收入絕對值被不斷強調時，真正需要被討論的合約規則問題反而容易被掩蓋。六，事件的真正意義。無論最終判決結果如何，這起糾紛已經將娛樂行業的一些長期問題推至台前。超長年限的獨家經紀合約是否合理？
藝人收入結構是否應更加透明？福利、報銷資源投入是否被用作控制手段？經紀公司與成熟藝人之間權責是否嚴重失衡？這已不再只是鞠婧禕與斯巴之間的私人糾紛，而是一次對整個行業規則的集中審視。月薪25萬並不是答案，只是被放大的數字。真正決定是非的不在熱搜，而在法庭。最終誰對誰錯，需要司法給出明確結論。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風波已經讓娛樂行業無法再回避一個問題：當藝人從被培養者成長為價值創造者，合約關係是否也應隨之進化？